大人里面请，我会在楼下等您。臧大人名动京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俊才飞扬啊！不才徐本是这家枕楼的老板，今日冒昧相约，大人莫要见怪。哎呀，徐老板不必客气，徐老板才是气宇轩昂啊！您有所不知，其实我与枕楼颇有渊源。哦，我到京城的第一天，便是在枕楼看了一出好戏。下属顽皮，大人莫怪。哎，请大人啊，请。大人，你要尝尝我们枕楼啊窖藏的山东秋露白。大人请。敬徐老板。哎，请。好酒。快尝尝，这是我们枕楼的招牌菜。这些呀，出了京城也吃不到的。大人之前所在的地方，那就更吃不到。不知徐老板今日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在下就是想跟大人交个朋友。承蒙徐老板厚爱，您这儿既有皇家的珠玉匾额，又有广进的财源，难道还会缺像我这样的朋友吗？大人刚到京城3月就名动京师，这钱财都是利，大人有了名，还怕这利不主动找上门吗？都是些拿不出手的东西，全当是见面礼。你要是收下，就当交了我这个朋友。哎，徐老板，我长这么大，都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！大人在侯府当差，出入打点总需要钱财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。我这个人呀，就爱帮衬朋友。大人一句话，你的事儿就是我徐某的事儿。大人请。徐老板厚爱，不才确实有几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徐老板考虑一下。大人但讲无妨。适才说道，我初到京城时，便是在枕楼看了影戏，误打误撞坐上了朱雀头。哎，只是那时囊中羞涩。还好有这位香姑娘替我解围。现在回想，这朱雀头确实是个好位置啊。不知徐老板是否愿意每月的初一、15，都让我坐上朱雀头，掌灯看戏呀？既然大人喜欢，朱雀头大人坐便是了。哎呀，这是掌灯，掌灯亦可。大人刚到京城，想广交朋友，朱雀头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徐老板大气。来，大人请。方才说的是私事，在下还有公事相求。大人请讲。这说来惭愧啊，这庄二公子之前在你们枕楼抵了不少的珍宝吧？有些还是侯爷征战得来的。如今财库归我管理了，我就是怕哪天侯爷突然问起我，这说不清啊。我就想着自己把这些珍宝给赎回来，但是现下手头又不宽裕。徐老板，能否帮我想一个折中的法子啊？哎呀，二公子之前在这儿抵的宝贝，都在枕楼的库房里封存。这样，我差人去找找，物归原主，不提钱。徐老板果然是豪爽之人，这杯酒先干为敬。来，请。
徐老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看来大人不甚杯酌，那经常要到我们诊楼好好练练酒量。是，徐老板说的对。哎，徐老板，其实在下还有几件事情。行了，别演了，他已经识破了。你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诊楼的老板？哪有老板说话一直看下属的眼色的？这猪血头只管做便是了。哎呀，只是掌灯，掌灯亦可。你这个杯子价值不菲吧？徐老板刚才对我提出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，吞吞吐吐，又对这个杯子格外的紧张，再加上他手指间有拨算盘的老茧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你们诊楼的账房先生。唉，也不知该说是他笨，还是该说是你聪明。我能看出来，是因为老板想让我看出来。既然老板现在已经显露真身，想必不是心疼钱，而是有话要跟我直说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我们识货同药，绝非偶然，凶手步步为营，就连客栈的布局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照你这么说，凶手明摆着就是跟胡掌柜一伙的了。既然胡烈烈已经死了，那么疑凶就只剩下他们俩了。不是我对客栈的种种全然不知，我真的不是凶手啊！别装了！除了你们，还有谁能摆这兽头阵？是不是就等着取我的命啊？我不是凶手，我真的没有杀过人。我看你和胡烈烈才是一沟里出的，嘴都是一个味儿的臭。南天贼，你胡说！别吵了，烦死了！道哲，你怎么看？学生认为事出诡诈，妄言则乱。当此之时，最紧要的便是转危为安，以策万全。站住！你个无情无义、欺主罔上的小二子！老娘处死你这混账奴才！做你的疯魔吃点闹！你想当主子想疯了吧？沈公子，你醒了？难怪叫你小王八精，缩头还缩上瘾了。老二，本将军正要找你呢，如此更好，待一赠一，快从实招来。我招什么呀？我招鬼啊！我就知道，迷迭香准是你搞的鬼，板上钉钉了还嘴硬。迷迭香，小人的皮猕猴的脸，这是说变就变。迷迭香。这美人儿甚是妩媚，这是哪家的妹妹？她是媚丹峰，多年前就不幸亡故了。您不记得了吗？媚丹峰。老二，你若是真三清四白，为何沈寒会说你要害他呢？刚才你猫了半天，鼓捣什么去了？将军，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？他还说我是他们家奴才呢，他胡说八道。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你这话恰好与这香前赴后继啊！
不知是无巧不成书，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？何兄弟，时间紧迫，还望你能实话实说。既然包公子都发话了，我就不憋着了。我是想要一鸣惊人，可我当真与那迷迭香一事无关。我只想惊惊沈公子而已。他已经被你惊得半死不活了。你是不见诈尸不罢休啊！他上天入地的追着我乱跑，我要再不出手，我就等着他给我收尸了。哎，况且我也是一片好心，我听说这杨柳枝啊有去除重病之功效，所以我才要了一捆子拍打他。哎，结果他还真被我给拍醒了。醒是醒了，病仍病着。用杨柳枝消重病是杨柳观音的典故，你当自己是神仙呢？观音，这法子谁告诉你的？孟老板，孟大亨呢？坏了，孟老板跑了。他莫不是凶手，趁乱逃走啊？孟夫人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你们夫妇俩，一会子夫唱妇随，一会子妇唱夫随，把本将军耍得团团转。难怪你们一心想逃走，原来早就有备而来。还请将军明鉴，孟大亨已弃我而去，民妇怎会知情不举？只可恨那个没良心的，也将民妇摆了一道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啊！本将军不管你们是什么鸟，即刻起，你给我待在客栈，在事情水落石出前，不得离开。哎呀，孟大亨他八成是往血魂林去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追吧，快走！哎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那个小白脸就够让我不省心的了。现在你还想把命搭在这个小黑脸上啊？说什么？阿策，你腿伤未好，留守客栈。张昭，你跟我去。哎，小二子，包公子，走，您乱扯什么呢？您就在客栈好好待着，我去就回啊！哎，这个没良心！哎，一贯禽兽的驴粪蛋子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跳！上官将军。哎，还好有驴可乘，总比脚力要快上不少。嘿嘿，一步三喘的孟达亨都快马溜撒了，包大哥比驴还黔驴技穷呢。张昭，快扶我上驴！驴脾气一上来，真是和你一模一样。嗨，像他那样就好办了。好什么办？办什么？包大哥，等等我！包拯，小二子，包公子，别跑！包公子，你等等我！哎，就知道你个小二子得狗急跳墙，想跟老娘耍偏门，没门！耍偏门的早就出门了，你爱没门就没门，我可不想陪着你一起遁入空门啊！你要怪就怪那个孟达亨去。孟达亨？哎呦喂，就是那个勾三搭四的花心大萝卜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竟与他沆瀣一气来害我！我没有。你别废话了，随我马上追那个花心大萝卜去。马上？马都没有，哪来的马上？你让我以梦为马，与其痴人说梦，你还不如一醉不醒啊！哼，这下可好，少了一个酒腻子，又多了一个疯傻子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哼，好啊，现在我就让你屁股开花！屁股开花！你当我口诀机呢？我开得成吗我？
明知林有鬼，偏向鬼临行。孟达亨和胡咧咧不愧是一伙的。水路一追，林路难随。他既铁了心要跑，定是想一跑百了。纵然孟达亨给何二支了个歪招，也不见得与胡掌柜过招的就是杨柳观音吧？我看那孟达亨连杀鸡都难，实在想象不出他摇身一变，竟变成了连环杀手。对啊，杜贤被杀时，我就在房外，听见声音便立刻冲进屋内，并未看见孟达亨啊。孟达亨有孟夫人做伪证，他完全可以事先躲进杜贤房中，待杀完杜贤后潜藏起来，等到现场一乱，再伺机混进人群，装作最后一个进来。这胡掌柜又与孟达亨是一丘之貉，必会坚称所有人都经过了客栈走廊。然而他妄想与虎谋皮，终是惨死在了孟达亨的毒爪之下。不对呀，这驴怎么走得这么慢啊？快点！慢点！上官将军，孟达亨呢？本将军的马被人做了手脚，跑到一半，突然脚力不济。待我追到此地时，只见马却不见人。孟达亨定已逃入林中。第4支毒香正愈燃愈烈，倘若这是孟达亨的引军入购之计，那么林内必定杀机四伏。不如这样，为防不测，其他人在林外守候，我与上官将军一同入林。那怎么行？你个手无缚鸡之力、脚无骑驴之技的书生，怎么能敌得过那个200斤的大身板子？万一你冷不丁沾上那么一点点风魂白骨砂，那你这举世无双的状元帽可就破了相了。况且那只迷迭香是因我而燃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与你一同入林。包公子，哎呀，你撒开！你都拽我一路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使了中气了呢。你不缠别人，干嘛偏偏缠上我呀？你居然敢这么凶人家！你放肆！我胆子小着呢，就算你放5、放6、放10，都和我没关系。哎呦，包公子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说抛弃人家就抛弃人家，我都被他拽成残花败柳了。哎，你能不能等脑子正常了再说话？哎，人呢？那个挨千刀的大萝卜呢？又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开始了。你是问孟达亨吧？他已经一跑百了了。一跑百了了？哼，欺负俺老娘就想跑，做梦！小儿子，即刻抓人！我才不去呢！胡咧咧都说了，凡入此林者，必无人生还。你看看这整个林子的妖风邪气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凶手一向举棋若定，又怎会在正中下怀时棋出一招？什么意思？学生猜测，凶手故技重施，再行罗织构陷之术。孟达亨并不是幕后真凶，而正是第4支迷迭香的行凶目标。哎，江玉虎和清明在何处？清明留在了客栈，江公子本来正行在最末，追着追着，他突然就不见了。哦，该不会江公子就是幕后真凶？他八成是走了别径奇道，蓄意捷足先登。这样，你等随我速速入林。是。你别扒拉我！你等等我。孟达亨徒步入林，应该跑不了多远，总不至于烟消云散吧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若不能烟消云散，就怕是另一个下场了。阿鸾姐姐，你身上还有驱鬼符吗？我突然发觉这里鬼气森森的。知道你五感敏锐，却不知你还能感知鬼气啊！我也纳闷呢，自从跟了包大哥，我竟能感通阴阳两界了。小青瓜说的是，我也真有此感。什么感觉？就在你说话间，我好像
刚刚和一阵孤魂野鬼擦肩而过。方大哥有鬼啊！小心！我的刀！你当我是花使者？我还想被护着呢。鬼啊！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个鬼影从那边一晃而过。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世间本无鬼，疑心自生之。你们不要自己吓自己。鬼啊！管他是人是鬼，本将军今儿个注定了。哎，上官将军！哎呀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来这地儿当小二啊！末了，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呀！哎，有我陪着你同生共死，你死也值了。张昭，你去随上官将军一同追踪密影。阿阮，你继续沿这条路寻找，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我从另一侧入林寻找孟达亨。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我与你同去，趁便我也将灯笼给拾回来。等你过去，那灯笼早烧没了。这当然都没见火光，它定是完好无损的。明知道这林中有鬼，你还往里头窜，你是不把自己吓死不怕羞啊？指不定走完这一遭，我就不怕了呢。说不定一高兴，我还要跟鬼拜把子呢。咱们走吧，来。头一回见拐人比拐弯还快的，没过一会儿功夫，公孙大哥就被他给甩了。想什么呢？快走吧。走。忒怪了，灯笼里当落在附近，可一路走来都乌漆抹黑的。你说这林子里不会有鬼吹灯吧？别怕，我们再去前面找找。有你在，我相信所有的怪事终得解释。但就在此刻，我发现了一件因你而生的志怪之事。什么怪事啊？虽然我有见血封喉、一招致命的功夫，却不敌你在我身边陪伴我的勇气。灯笼，原是在这儿，总算找到了。我来。哎，好像是。小心！让我看看。没事。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包长，孟达亨，他是中了邪还是着了魔呀？还是被恶鬼缠了身？完了，他也身中封魂白骨煞，我们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快跑！等着！等着！上官将军，你等稍好。幸亏有上官将军搭救，我二人无碍。你于地窖救我在先，如今
算是两不相欠。本将军若是连孟达亨都擒不住，岂不真成了上官鳖了？包大哥，展昭，你有事无事？无事。我方才在林外忽闻啸震山林，数声不息，林中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与南姑娘在林中寻找灯笼时，恰巧碰见孟达亨，彼时他已身中风魂白骨杀，故而心智失常，大开杀戒，所幸有上官将军出手相救。包公子，小儿子，包公子，小儿子，你别撇下我，等等。包公子，我死了。你活得还好好的呢，死的是孟达亨。他真的是孟达亨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血哭了，人家害怕，快带我走吧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哭的我都不想活了。包大哥，你看，丹枫白露。又是梅丹峰的伎俩。四面八方都不见江公子，会不会这些个人命案真的是梅丹峰干的？下一个中风魂白骨杀的是不是就轮到我了？也说不定是包公子。无论事态多糟心了，听了你的话，总能让人更扎心。哎呀，忠言逆耳，等到人生末了，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行了，多留无益，即刻将孟达亨的尸体抬回客栈。究竟谁是幕后凶手？本将军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哎，拿着。孟大官人已不幸遇害，夫人节哀。江玉虎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将军，其实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我原本随你们一同奔往血魂林，可走到岔路口的时候，忽然远远望见另一片林中闪过一道光影。我因好奇，便深入林间。后来偶遇失足，不知跌落何处。只记得，好似半梦半醒之中，有一个青面獠牙的鬼物突然向我扑来。之后，我便不省人事。等到我醒来时，只觉得波幅之痛彻心彻骨，于是便尽全力逃回客栈。你可曾看清那鬼物的原形？将军，血魂林内昏天黑地，迷离猖狂。学生现在回想，更是如梦一场。你可知，就在你梦梦喳喳之时，孟达亨已经一命呜呼了。孟达亨，他不正是凶手吗？除非他神智分裂，将自己也视为谋杀目标。既然凶手仍在客栈之中，那本将军最后奉劝一次，要及早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莫要将心补漏，自取其咎。是我干的！你说什么？啊，不是将军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正犯着病呢。我担心那个挨千刀的再对我下手，因此我一气之下便把他给灭了。
这么说，是你对他使了封魂白骨杀？我不会封魂白骨杀啊，但在血魂林时，我曾在心里暗求与他此生不复相见，结果竟然得偿所愿了。倘若人家不动这个念头，或许他还正在人世间哦。好，吉克奇，你把他给我铐好了。此人若是再出风果乱，我拿你试问。哼，大人，将军我，小二子，我小二哥，二哥，包大哥。娘，哎呀，娘，可担心死我了，受伤了没有啊？瞧把您吓的，我好着呢。走。怪哉，也不知那青面獠牙的到底是人还是鬼。我看江玉湖伤得不轻，他能血口逃生，安然归返，已是万幸。阿策，江玉湖伤势如何？不好说。你是遇上自己瞧不懂的难症了吧？他压根儿就没让我瞧，我给江玉湖留了一些药，估计他正自行诊治呢。江玉湖固然怪异，但上官将军也很有嫌疑。他不仅是最先抵达血魂林的人，而且恰在最后一刻将孟达亨剑毙。我入林后便寻他未果，因此只有他可以趁无人之时向孟达亨施以封魂白骨杀。他一直不许人离开客栈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把所有人困在这里，方便下手？血魂林秘境隐蔽，错综复杂，可孟达亨却能在仓促间选准道路，入林潜逃。此乃至第一巧。孟达亨空手而去，但身中剧毒之后，却突然手持藏有丹峰的骷髅头骨。此乃至第二巧。的确巧得很。但如果巧合并非只是巧合，那便只剩下一种解释：凶手对孟达亨之举已然未卜先知，于是早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设下机关。如此一来，凶手无需在场，孟达亨亦会中封魂白骨杀。这么说，人人都有疑点，凶手着实狡诈。4支迷迭香，一香更比一香毒。明知会死人，却还是阻止不了凶手的杀人计划。是我能力不够，还是我太笨了？人在局中最难看清。小白这句话说的不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就连情绪也被幕后之人左右。凶手能费尽心机把我们引过来，是否也以同样的手段引了他人？人家早有谋划，以有心算无心，以有备算无备，你却要求自己当即破局。短短时间接连死人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反应时间。凶手又故意写信挑衅，不就是为了乱我们心神吗？公孙大哥，你好镇定。他啊，镇定？是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性子，岂能容人随便挑衅？你看他四平八稳，估计心里早就气疯了。说你的事儿，别往我身上扯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被对手压制住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机会反攻，才有机会反败为胜。实在不行，砍就完事儿了。以你那粗暴的想法，你现在就应该把所有可疑的人抓过来严刑拷问。你要是能有别的建议，我公孙倒过来写，你不如拿一枚铜钱抛抛正反面，可能还有点猜头。你干脆别叫白软软了，
不合适，改名叫白侃侃吧。你怎么了？公孙策很过分了。之前我以为他那屋闹鬼，不睡觉蹲了半宿，他还奚落我。回头我说他。二恩姐姐，他那屋不闹鬼，你今晚安心睡吧，这有我呢。我还是觉得不安心。从血魂灵回来后，我突然生出一股极为强劲的感应，客栈中杀气愈发四溢，我猜这里还会有命案发生。你的灵觉是不是志在血魂林了？你之前不是还想杀公孙大哥吗？不是的，我这种鬼迷心窍的感应很灵的。不会和这屋子有关系吧？难说。